指标之王 MACD 你用对了吗？你看 MACD 出现双金叉，如果是你买还是不买？如果买，你看开始下跌，没赚反而亏了，你觉得 MACD 该不会是不行吧？但我知道有人就用 MACD 这一个指标，就让账户从6位数做到8位数，因为他只用 MACD 做一件事情，买入上升趋势的2次启动点。同样的 MACD 双金叉买点，但在他手中月月有盈利，而他就是阿哲近期分享的8种金叉买入法中的第5种空中缆车。掌握之后，你也可以识别趋势2次启动点，用 MACD 指标买入即上涨。方法很简单，5分钟就能学会。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阿哲的视频，可以点赞加订阅，不错过未来每一个知识干货。我们看到空中缆车基础模型，在视频结尾，阿哲也会将实战时要注意的2个重要事项告知于你，让你在股票交易中买入的成功率大幅提高。首先，我们依旧要关注 MACD 的零轴，它能够区分趋势的好坏，以及一定程度上告诉你股票目前的价位是高还是低。第一个要求是 MACD 需要出现零轴附近的金叉，最好是水下金叉，但要求尽可能靠近零轴。而后 MACD 的双线 DIF 和 DEA 在零轴之上出现了回落，并且还出现了水上的时差，但运行途中并没有出现双线下穿零轴，所以也意味着本次的时差行为并没有破坏前期上涨金叉形成的良好趋势。而最后出现了 MACD 双线再次转折向上，并且又再次的金叉，这个2次的金叉点位才是趋势真正的2次启动买点。看到具体的案例，我们先找到一次零轴附近的水下金叉，略微上涨后出现了调整，而 MACD 双线是对于零轴的回归，但时差却并没有回到水下，所以符合模型基础要求。而在水上再次出现第2次金叉，就是我们认为的趋势2次启动点，可以买入看涨。同时买入 K 线低点为我们的趋势防守位。阿哲用一个案例讲解一下为什么零轴附近的金叉特别重要。当价格出现水下金叉，而后零轴上出现时差，但没有下破零轴，是不是2次金叉是买点？但你会发现本次模型给到的启动点，这一次的操作难度却变大了许多。如果简单根据启动点买入，你可能会经历一波较为深幅的洗盘。这是因为前期首次的金叉距离零轴太远，是深度水下区域。一旦你选择的标的首次金叉的位置是远离零轴的，那么后续出现水上的2次金叉时，一般会出现在高位，来保证操作的安全性。而这种位置一般再度启动的空间就大幅缩减了，操作的难度和风险系数都会有所增加。所以我们选择的标的最好是首次金叉在零轴水下附近是比较安全的。这里也做一个细节上的提醒，跳空 K 线如果是启动点，那么我们的防守位一般是缺口的下沿，而不是跳空 K 线的低点。而如果跳空的区间过于巨大，那么我们也要小心的对待，最好是分仓介入。同时还有一种行情，阿哲是经常发现2次金叉容易失误的走势。你看这个启动点是不是买入之后更像是趋势衰竭的点位？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前方出现过一次类似佛手向上的买点，也就是它已经在2次金叉前出现过2次启动买点了，所以后续再出现2次金叉，效果就会变得比较一般。一般我们选择2次金叉的启动点，最好中途是一次简单的回调，与首次金叉间最好是一次上涨回调止跌启动的关系。2次金叉中，如果走势过于复杂，一般也不建议操作。当然你可以小仓位去博弈是没有问题的。而听到这里，如果你有点迷糊，实在不知道怎么区分，其实也没关系。阿哲接下来也会告诉你比较标准的双金叉买入模型，同时你每次买入之后将防守位看好，跌破就止损，这样至少操作上不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当然
有时候止损不是非要跌破了才离场。如果你想要把握的是二次趋势启动，当你买入的点位后，却不断的在防守位上进行盘整震荡，该涨不涨，那也应该提前离场。最后，阿哲总结2个实战中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它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的交易成功率。第一点，你要切记，一般我们选择的趋势启动点都优先挑选行情没有明显加速，或是趋势还未有大幅上涨的标的。因为低位的双金叉是趋势启动点，而高位的双金叉买点很容易买到资金获利后的出货节点。当然，如果结合成交量分析，效果会更好。比如，我们更希望金叉的点位附近是有放量的行为，放量上涨导致的趋势金叉，这种金叉在趋势形成上会更加的稳定。所以，我们应该找到的个股模型应该是低位放量，最好是有明显的连续放量上涨，在零轴附近出现水下金叉，而后没有过多的涨幅，就进行2次的回落调整。当回调虽然出现了死叉，但也没有下穿零轴，而当再次放量上涨，出现2次金叉，这种买点才更容易是我们理想中想要找到的2次启动趋势点。这就是 MACD 金叉的第5种交易方式。当市场开始走牛，你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低位牛股的2次加仓点位。订阅阿哲，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